就在本周，津巴布韦又要开始印钱了。2009年，津巴布韦通货膨胀率最高达89700000000，政府一度放弃统计通胀数字。大家数清了有几个零了吗？继2015年废除使用本国货币之后，去年11月，津巴布韦政府宣布发行新的货币，最高面值5元。因为新冠疫情封城造成的冲击，他们的市场流动性也变得更差了。本周，他们宣布开始新发面值分别是10元和20元的货币了。此次津巴布韦发行新的大面额货币，会像以前一样引发新的通货膨胀吗？这种恐怖的通胀又是怎样造成的呢？为什么16年津巴布韦的民众要连续几天几夜在银行前排队取钱呢？又会有哪些国家会重蹈津巴布韦的覆辙？大家好啊，我是大蜡烛。2020年，在美国推出2万亿美元的超强刺激计划之后，前2天他们财政部再次表示会有更多的刺激法案。在全球都有通胀压力的背景下，我们就来聊一聊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通胀之一——津巴布韦的通胀史。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也是我看了比较多驻津一线的记者文字整理出来的。很多人对津巴布韦通胀的印象是，他们国家曾经疯狂印钱，最多面值到了100兆亿，以至于1麻袋钱兴许都买不了几个麻袋。后来干脆就用其他国家的货币进行结算了。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段故事已经是10多年前的故事了。事实上，80年代初，津巴布韦货币比美元还值钱。自他们建国以来，津巴布韦币一直在不停的贬值，不停的起死回生。每次一会儿钱买不了一个面包时，就更新一下钱的版本，抹去10几个零，直到今天已经反复出了6个版本的钱了。新津巴布韦元这个名称也用了 N 回了。但这个国家独立时间很短，在1980年才获得独立，并国名为津巴布韦共和国，与南非挨着。在这之前，长期是英国南非公司的殖民地，曾经的经济总量也排到过非洲第2。他们的首都在1980年以前算是非常繁华了。70、80年前，在我们国家的一线城市还没有几个高层建筑的时候，他们的首都哈拉雷已经遍地是高楼了。那为什么早期的英国人爱往这个地方投资呢？一方面是矿产资源，另一方面是这个地区独特的土壤条件，有点像我们云南，极其适合烟草生长，所以这个国家曾是世界第2大烟草出口国。各个国家的烟草公司有多大佬，实力有多强，我就不说了，弹幕可以补充。我只说一下单纯在种植环节有多赚钱。在2000年津巴布韦搞土改的时候，经过测算，单位面积的烟草种植效益能比种玉米高出57倍，比大豆高59倍。这就相当于你在津巴布韦有200亩烟草地，就能顶阿根廷种1万多亩的大豆田。可是津巴布韦后来贫穷到什么程度呢？即使是在15年之后，还有相当多的人吃不饱饭。先别说摄入足够的蛋白质，有的连面包都吃不上，因为糖比面包便宜，没力气干活，只能靠喝糖水提劲儿。很多人都把后来通胀的问题归责到曾经领导的这个国家37年的总统穆加贝身上。这方面我就不过多评论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的评价是很复杂。我们只从经济的角度看，津巴布韦穆加贝政府都受到过哪些挑战。在1980年，虽然津巴布韦独立了，但国家75%以上的土地，尤其是种植烟草的土地，依旧是由白人控制的。国家都独立了，大部分黑人还是没有地种，这根本就不公平。请大家把不公平打在公平上，肯定是要进行土地改革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穆加贝政府就只好持续向英国借钱，来一点一点买本国国内白人的土地，持续买了350万公顷，依旧没有改变白人占有多数土地的现状。但英国突然就不给钱了，这个时候金国负债也高，欠了世界银行很多钱，每年财政赤字也高，穆加贝就启动了更激进的土改政策，直接没收了3000名白人大农场主的土地。后来很多人简单的把通胀原因归结为当时的黑人农民不懂农业生产技术， GDP 就下去了。而事实远比这复杂的多啊。2000年时，非洲的很多国家都盯着这次土改的成败，因为很多其他独立的非洲国家也有跟金国相似的处境，欧洲国家也都非常警惕。欧盟立刻就对津巴布韦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制裁。津巴布韦 99.5% 的烟叶都是用来出口的。虽然2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中华烟也开始用津巴布韦烟草，但当时金国烟草最大的出口国还是欧盟。刚才也说了，各国的烟草公司都是大佬，所以欧盟制裁金国就是分分钟的事儿，还拉上了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进出口和贷款上一起制裁，甚至金国和全球资本到今天都没达成和解的状态。那当时金国内部的问题是，土地好不容易改革了，却没能让大家真正的去种地，竟然出现了很多拥有土地的黑人自己不种，去各种连环出租土地和倒买倒卖土地的现象。很多酋长们炒开土地了，剩下的真去种地的也会优先选择种烟叶，谁让种烟草挣得多呢？首都哈拉雷周边全是烟草农场，这导致玉米和小麦的
产量也下降了，耕地虽多，粮食持续的跟不上，所以直到今天，金国的粮食主要靠进口。另外，津巴布韦自己不生产石油，经常因为油价高或者油荒导致全国交通停滞，这就让控制金国进出口的欧美更容易针对性的制裁了。金国的国内油价曾飙升到世界第一，在激进土改后，他们还遭受了几次霍乱传染病，在通胀最严重的09年，一年有3万多人确诊。当时疫情和通胀也是互相影响吧，这儿我都讲不下去了，请大家把我太难了打在公屏上。大家也知道，霍乱主要是靠饮用水传播的，而津巴布韦矿泉水也得靠进口，这也导致就算矿泉水非常贵，很多人有时也是不得不消费，政府只得加关税，土改进程无路可退。2006年，津巴布韦人民的平均寿命也跌到了30多岁。那上面我提到的也仅仅是最基本的生存和出行方面的需求。如果我们用经济学思维中最基础的供给和需求分析，之前我们只关注津巴布韦疯狂的印钱，实际上供给越来越少，需求越来越多，也会导致物价飞涨。可是金国又多次使用了行政手段限制价格，很多商品要政府定价，违背者最长会判处5年监禁，这只会让供给端更加不足了。一开始金国印钱是为了解决赤字问题，毕竟借钱和赖账能力没有希腊和阿根廷那么强，只好自己印。可是后来即便用最劣质的油墨，印钱的成本都超过了钱的价值了，也就暂时不印了。100万亿金元的巨额钞票其实也就持续印了1个多月，后面就算跟着14个零也买不了俩鸡蛋。金国就宣布暂时使用其他国家货币。比较有意思一点是，当时有一些人竟然囤了很多最大面额的纸币，后来当做纪念币买，反而还赚了不少。直到今天，亚马逊国际上卖的价格依然挺高，这说明无论大环境差成什么样，只要肯动脑，总还是有希望的。后来虽然市面上允许流通美元，大家却爱把美元存在银行里，流动性很差，甚至乐意以物换物，这就又造成了一个神奇的现象，津巴布韦市面上流通的美元又不够用了。这种情况下，金国搞不来更多的美元，政府只好又进行了一次创新。16年发行了与美元等价的债券货币，既投放了债券现金，又投放了电子货币。是的，你没听错，他们早就开搞电子货币了。其实这笔债券货币确实不是瞎印的，是有非洲进出口银行做担保的，确实也能做到和美元1比1，但推出后还是如同一个重磅炸弹。毕竟大家都记得当初被14个零支配的恐惧，尤其这次还多了电子货币这种操作。大家觉得10年前印刷纸币，政府还有大量纸张油墨成本，现在增加货币量只需要改代码就可以了，那真要改起来，程序员可比印钞机要猛。因此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存在金国各个银行里的美元还会属于自己多久，也许是怕过2天就会被清零了，大家只想赶紧把银行里的美元取出来。所以2016年出现了很多市民连续几天几夜去银行里排队取美元的现象。当时想从自动取款机取60美元，手续费每次就要2.5美元，可大家还是取。那会儿大冬天的，银行外面能睡着一排人，开企业的只要赚到美元就赶紧汇到国外账户上。金国买房的人也只接受外国账户美元交易，甚至出现了国外账户的美元比国内账户美元更值钱的现象。因为地下钱庄出现了一种服务，就是把你的美元现金成功汇到国外账户，还要收大量手续费。很快债券货币与美元再次产生了汇率差，电子货币和债券货币现钞也很快不再是等价的关系。原本3者应该是1比1比1的关系啊，但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却成了这个样子啊！看懂的请扣1，不懂的也没关系，因为确实让人很懵的。19年2月，金央行开始通过市场手段调节美元与债券货币汇率，不再将两者官方汇率锁定在1比1。结果金国人民更愿意拿着美金坐很久的长途汽车去南非买生活日用品，这等于很多内需都跑国外消费去了。19年11月，津巴布韦又发了第6代货币新津巴布韦元，这跟之前的债券货币不是一个币。短短6个月，6代目货币又双弱浊贬值了，年通胀率230%。那么本周津巴布韦发布的应该就是新大面额津巴布韦元了。可见货币主权一直是各个国家极其重要的要素。对货币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信用。现在全球各国政府都有很高的财政赤字，就是每年的支出远大于收入。一般有以下4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各自有什么利弊呢？这个就留给大家在评论区讨论了。津巴布韦的货币史也是津巴布韦的独立抗争史。
我们看到的是小国想要彻底的获得独立自主，往往是极其艰难的。同样是靠债务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小国很难发挥跨地区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种优势。很多产业结构单一的小国都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借来的钱没能高效利用，只好用后期用债务违约或者超发货币这种方法解决问题。面对其他国家单边主义的外交策略更是寸步难行，大国更容易分散风险，更容易有规模经济效应。非洲未来经济发展的市场机遇依旧是全世界的市场机遇，关键是要用什么思路来支援非洲。中国如今已经成了津巴布韦最大的投资国，并开始为金国提供大量技术转移，一直在想方设法让金国拥有自己的经济造血功能。在当地的水电站建设、机场建设、通信网络建设上也做了不少实事。此次新冠疫情，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前往津巴布韦，更是雪中送炭般的帮助。而放眼整个非洲，从2009年开始，中国就超越了美国，成为了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这10年也经受住了很多考验。虽说中国对非援助不负任何政治条件，但很多非洲国家一直在投桃报李，帮衬中国。最后，我在制作本期视频时，很多想法都受益于上海交大陆明老师的几部著作。陆明老师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一直都承担着很多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既是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大学者，也是上海交大的宝藏老师。而 B 站请到了这位宝藏老师来 B 站录制经济学课程，我也有幸成为了陆老师的课代表。想具体了解的可以见评论区，大家有任何经济学领域的问题，也可以在视频评论区留言，我会持续做留言的收集工作，并转达给陆老师。那在下个月我也会开设新的专栏，与大家共同讨论学习内容。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也希望大家一键3连，多多支持。